天真的要变了。就在四中全会前后，官媒集体静默，但另一边，网络上却炸开了锅。有人说，高层内部已经撕破脸，还有人说中国要变天了。但人们的这种变天的期盼，不是盼自由，也不是盼繁荣，而是盼一个答案：这场正在崩塌的经济梦到底何时结束？6年前，一段录音重新在全网疯传，那是经济学家向松作的警告录音。他在2019年说的一句话，如今听来像一场预言，像中国这样上上下下，政府、企业、个人全靠债务和杠杆撑起来的经济模式，如果还能持续下去，那就是天理不容。他说的没错。朱镕基之子、前中金公司 CEO 朱云来曾计算过，中国的总债务规模已超过600万亿元。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中国每一个家庭、每一个企业、每一个政府部门都绑在了同一根随时可能断裂的债务绳索上。600万亿是什么概念？是中国 GDP 的5倍，是全体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近10倍，是足以吞噬未来几十年财富积累的深渊。其中，企业债务，尤其是地方融资平台债占了最大头，居民债务次之，政府债务位居第3。换句话说，连老百姓的命都抵押在房产上了。向松作在那场演讲中还提到，中国老百姓的财富80%都在房地产里。这句话刺痛了无数人。2025年的今天，房价崩塌的速度远超所有人的想象。从1线城市到18线县城，房产成了负资产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过去2年，全国新房销售额下降超过35%，商品房待售面积超过7亿平方米，是历史最高。中原地产研究院的统计更是触目惊心，中国有超过650个城市，房价已经跌回到2016年的水平。这意味着普通中产10年积蓄买的房，如今还不止当年的首付。他们的财富被蒸发了，不是在股市，而是在安居梦里。一栋栋无人问津的新盘，一条条空荡荡的商街，是这个时代最冷的讽刺。向松作说得对，当最赚钱的企业是烟草和房地产，而不是制造业和科技企业，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早已病入膏肓。前央行行长周小川警告过，真正的风险是明斯基时刻。这个词曾经只是金融教科书上的一个名词，如今却像一把悬在头顶的利剑。所谓明斯基时刻，就是某一天，人们突然意识到自己手里的资产、股票、房产、基金其实一文不值，信心崩塌，资金逃离，市场坠落。那一刻，所有人都想逃，却没有一个人逃得掉。2024年起，这种迹象已越来越明显。恒大破产，碧桂园退市，融创重组，房地产巨头接连倒下。与此同时，地方政府的债务雪球越滚越大，仅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估算已高达60万亿，远超中央财政承受力。更致命的是，这场危机并非个别事件，而是系统性病灶的爆发。过去20年，中国经济靠信贷堆出繁荣幻觉，如今信贷崩塌，也终将撕开幻觉的底部。2025年，地方债发行规模再创历史纪录。据上海证券报报道，截至10月11日，今年地方债发行已超过8.5万亿元。数字看似庞大，其实可怕。这不是投资信号，而是续命信号。地方政府用这8.5万亿干了3件事，被称为续命3板斧。第一，新增债券撑 GDP。第二，在融资债券借新还旧。第三，特殊专项债偿还拖欠款。看起来是发展，本质是书写。这套系统运作的逻辑早已反转，以前是借钱搞建设，如今是借钱活下去。
在这 8.5 万亿中，约 4.3 万亿是新增债券，用于市政、交通、保障房等投资项目。但现实中，这些项目多数无收益、低回报，无法形成现金流。贵州独山县就是活生生的例子，一个贫困县靠融资平台负债400亿，如今满城烂尾。另一部分近2万亿的再融资债券，本质上是拆东墙补西墙，只是延长债务的生命。债务没有减少，只是换了一个名字。地方财政向病人挂上了 ICU 呼吸机，能喘气，但离恢复还很远。最后 1.2 万亿的特殊专项债，名义上是新增，实质上是拿来还拖欠工程款、供应商款。这是财政现金流彻底枯竭的信号，地方政府连日常支付都维持不下去了。有评论讽刺道，以前是建桥修路，现在是借钱去还别人修的桥和路的钱。向松作当年的警告，正在一条条财政报表、一份份债务清单里变成现实。而这场危机不再是局部的，它正蔓延到每个省份、每座城市、每个家庭。中国经济真的站在了明斯基时刻的门口。债务问题不再是经济问题，而是政治问题。一个政权的合法性，往往建立在让人民相信明天会更好的叙事上。但当账本揭示出真相，地方财政连工资都快发不出时，这个叙事就崩了。2025年，多个省份的财政数据出现了罕见的负增长。据财政部7月公布的数据，全国超过70%省份财政收入下降，其中东北、西部省份尤为严重。在一些地级市，公务员工资被延发，教师奖金被削减，医院资金断供。这些信号意味着财政的血液已经凝固。当地方政府靠发债来发工资，靠转移支付来维持行政运转，这不是正常的财政，而是靠输液吊命的系统。更可怕的是，这场债务危机正在撕裂权力结构。中央想稳，地方想活。中央要求化债、压债、去杠杆，地方却在暗地里借新还旧，隐性加杠杆。一边是高层喊防风险，一边是地方拼命印钱救命。这不是政策分歧，而是生死对抗。于是，在四中全会的沉默背后，民间的猜测不断。有人说，北京高层内部已分裂成两派；有人说，债务危机成了高层斗争的新导火索；还有人说，中国经济的崩盘正在变成政治的断裂。如果说债务危机摧毁了国家的财务系统，那么信心危机摧毁的就是社会的中层。根据央行发布的数据，截至2025年6月，中国居民杠杆率高达 64.7%， 创历史新高。但这不是富裕的象征，而是贫穷的倒影。越来越多的家庭被房贷、车贷、教育贷压得喘不过气。据统计，中国家庭的资产中，超过 70% 是房产，而在房价暴跌后，这部分资产实际缩水近 30%。换句话说，数以亿计的中产家庭正在经历隐形破产，更年轻的一代则陷入彻底的绝望。在2025年夏季，官方公布的青年失业率恢复统计数字令人窒息，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为 21.9%， 这还不包括灵活就业与假就业人群。而在民间估算中，这个数字更接近 40%。他们被迫回村创业，送外卖，逃网约车。但他们知道，那不叫创业，那叫逃亡。他们不是在追梦，而是在苟活。当财政系统濒临崩溃，社会信心土崩瓦解，国家机器开始自救。可自救的方式不是改革，而是转移焦点。于是我们看到，一边是密集的反腐风暴，高官落马，企业家失踪；另一边是宣传机器高喊正能量，鼓励人民保持信心，共同奋斗。
但人们心里清楚，当你连工资都发不出，当房子卖不掉，当孩子找不到工作，再多的正能量也救不了现实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仅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已有至少300位国企高管被调查，其中不乏金融、能源、地产领域的重要人物。这不是清廉的象征，而是系统的溃败。因为每一次反腐都是一次内部清洗，也是一场资源再分配。反腐成了新一轮债务危机转移的工具，用一批人的倒下换暂时的稳定。但当权力开始吞噬权力，这个体系也就离崩塌不远了。中国已经到了必须改革的拐点，继续靠加杠杆、靠投资拉动，不仅无效，还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。但问题是，谁来改革？靠已经陷入困局的官僚系统，靠债台高筑的地方政府，还是靠被掏空的中产阶层？没人回答，也没人敢回答，因为任何答案都是代价。2025年的中国就像一艘巨轮，满载债务与幻觉，驶向未知的海域。风暴在前，掌舵的人却在争论方向。600万亿的债务，8.5万亿的地方债，21.9%的青年失业率，35%的房价跌幅，每一个数字都是时代的裂缝，每一条新闻都是信心崩塌的倒影。像松作当年的那句话，如今成了写在废墟上的墓志铭。如果这种模式还能持续下去，那叫天理不容。或许这个国家还不会立刻崩塌，但它正在一步步走向那个明斯基时刻。那一刻不是房价跌完的那天，也不是股市清零的那天，而是全体中国人对未来彻底失去信心的那天。而那一天或许比任何人想象的都更近。